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2021年基金迅速爆红，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可以不聊明星八卦，不聊房子股票，但是基金却是大家共同的话题。不过基金狂欢之后，很快就是一地鸡毛。随着 A 股市场在春节之后开始调整，基金重仓股大跌，很多基民在近期损失惨重。一直以来，中国股市致力于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比例。今年的基金热潮让人看到了中国股市转型的希望，但与此同时，基金重仓股崩盘更是拖累整个 A 股市场，基金的破坏性又展露无遗。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2021年会被很多人称为基金元年，基金在国内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我们个人购买基金有什么优势，又有什么风险。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基金突然火了。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国内公募基金的募资规模超过了7000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倍还多。市场上还出现了大量的日光机，多只公募基金在发售第一天就被抢光。某只基金的认购上限是150亿元，结果发售首日的认购规模接近2400亿元，打破了此前公募基金1000多亿元的历史认购记录。事实上，基金的火爆并非始于今年，2020年的基金其实就已经非常火爆，全年新增规模超过3万亿元，总规模达到18万亿，创下5年来新高。在去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今年的基金规模继续高歌猛进，无论是基金规模还是基民人数都大幅增长。在投资者追捧下，部分明星基金经理甚至火出圈，热度超过流量明星。鉴于基金的热度之高，很多人将2021年称为全民买基元年。今年的基金行情如此火爆，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去年基金的赚钱效应。2020年，由于 A 股市场引来一轮小牛市的行情，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年内分别上涨 14% 和 39%，创业板指数涨幅更是超过 60%， 基金行情水涨船高。去年股票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超过 50%， 其中有将近90只基金的收益翻倍。去年的基民如果耐心持有全年，收益将非常可观。在去年基金强大的赚钱效应刺激下，今年开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踊跃买基，造成了今年的基金热潮。如果放在更大的宏观背景下来看，基金热潮则是在货币大放水的背景下，民众为了避免资产缩水所催生。最近几年，全球经济陷入集体疲软，去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为了拯救经济下滑的势头，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不约而同地实施了货币大放水，避免资产贬值成为全球性的挑战。从美国来看，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执政，美国的货币政策都保持了超级宽松的力度。由于美联储持续放水，美国股市持续创出历史新高，尤其是最近比特币疯狂上涨，虽然存在强烈的炒作因素，但也和美联储大规模放松的背景密不可分，体现了市场对抗美元贬值的意图。在全球放水的背景下，中国很难独善其身。从去年3月以来，中国的广义货币量 M2 连续10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截至去年年底， M2 同比增长 10.1%， 和过去几年相比，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迅速。衡量货币供应量是否过于充裕，通常是将 M2 和 GDP 做对比。有2个最常用的指标，一个是看货币和经济总量的比值 M2 除以 GDP， 二是看货币和经济总量的增速。从第一个指标来看，我国广义货币和 GDP 总量的比值超过 210%， 全球范围内高居前列。美国去年大规模放水， M2 除以 GDP 的比例大概是 90%，虽然有统计口径上的差异，但是中国货币供应的充裕程度可见一斑。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是美国的70%，但是去年年末的广义货币总量达到了32万亿美元，比美国的19万亿美元高出近70%。从第二个指标来看，也就是比较 M2 和 GDP 的增速，
通常而言，两者的差距在3个百分点内可以算是相对正常的，如果超过太多，就说明货币供应量过大。从最近几年我国的 M2 和 GDP 的增速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2017年我国 GDP 增速 6.9%， M2 增速 8.2%， 两者相差 1.3个百分点。2018年我国 GDP 增速 6.6%， M2 增速 8.1%， 两者相差 1.5个百分点。这2年的货币供应量保持在相对紧缩的状态。2019年以来，紧缩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当年我国的 GDP 增速 6.1%， M2 增速 8.7%， 两者相差增加到 2.6个百分点。到了2020年， M2 同比增长 10.1%， GDP 增长 2.8%， 两者的差距扩大到 7.3个百分点。在货币放水的背景下，民众不得不开始新一轮和通胀赛跑。从历史上来看，楼市通常是最佳的资产保值工具，但是对于很多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而言，投资房产对资金的要求太高。在房住不炒的调控下，不仅炒房的难度比以前高了很多，而且通过楼市获取暴利的空间也比以前少了很多。这一届的年轻人买房的兴趣明显不及70后和80后。在通胀压力面前，他们对抗通胀的首选不是房产。除了楼市之外，股市是门槛更低的投资渠道。长期以来，中国股市一直是以散户为主，但是现在股市的投资者结构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散户投资者愿意将资金交给基金经理。有统计数据显示，最近新增基民当中有一半是90后，部分老股民也干脆弃股投机。近期大概有 30% 的股民将资金全部从股市转出来购买了基金。中国股市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散户发现，其实自己根本跑不过市场，即使在牛市行情下，也是赚了指数赔了钱。很多散户执着于自己炒股，从投资的过程来看，能够体会到更多的大起大落的快感，但是从投资的结果来看，最终能够赚钱的微乎其微。大部分散户在 A 股市场都逃不过被割韭菜的命运。和散户的投资成绩相比，基金的业绩回报可谓相当耀眼。去年有近90只基金的收益翻番，这样的投资回报率无疑秒杀众多散户。经过了前几代散户投资者的血泪教训之后，新一代的投资者开始倾向于将资金交给专业的机构投资者打理。和机构投资者相比，散户无论是专业知识、信息渠道还是资金优势，都远远不在一个等级之上。买基金或许比自己直接买股票少了一些投资的乐趣，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将资金交给专业的投资者而不是自己炒股，对绝大多数散户而言是更理性的选择。那么个人投资者买基金又有什么优势呢？无论是中国股市还是国际资本市场，散户在股市上总是处于食物链的底端，真正能够赚钱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命运都是亏钱。今年年初发生在美国股市的游戏驿站逼空事件是一个极端特殊的孤立。散户们空前抱团，将众多做空的机构打爆，散户在短期之内战胜了机构，但是这种案例很难复制，而且也很难长期持续。以游戏驿站的股票走势来看，在短期暴涨之后，散户取得暂时的胜利，但估计很快又会快速暴跌，大量追高的散户被深深套牢。在资本市场，除了极少数的散户投资者，绝大多数的散户和机构相比还是处于弱势。股市投资需要极高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投资经验、良好的市场感觉，有时候还需要丰富的信息渠道，甚至资金优势。而 A 股市场的绝大部分散户投资者都是听从小道消息，追逐市场热点，极少有人形成自己成熟的投资方法体系。在一个只能是少数人赚钱的市场，散户的这种投资风格注定了在股市上只能被割韭菜的命运。和散户相比，购买基金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更方便地购买自己看好行业的主题。比如散户投资者看好白酒或者新能源行业，想买入这个行业的一篮子股票，
作为散户而言，资金量有限，不可能将这个行业的所有股票全部买入，那么通过购买基金就可以实现。还有些投资者看好黄金、国际原油或者其他一些投资品种，但是作为个人投资者并没有投资国际黄金或者原油市场的渠道，那么通过一些黄金和原油主题的 ETF 就可以实现投资国际黄金和原油市场的想法。这种行业主题基金相当于在散户投资者和某种特定的行业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散户很难直接自己投资这些行业，但是通过基金就可以实现投资目的。购买基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踩雷，尤其是在 A 股市场，由于业绩造假的成本很低，所以财务造假行为屡禁不止，这就使得个股暴雷的风险非常大。再因为个股的信息披露不充分，也经常发生暴雷现象，估计很多人都遭遇过暴雷。如果是重仓股票发生暴雷，对散户投资者将是灭顶之灾。投资者如果购买基金，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个股暴雷的风险，因为基金购买的都是一篮子股票，可以尽可能的分散风险。A 股市场一直牛短熊长，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牛市。投资者在 A 股市场上很难赚钱，这是 A 股市场最为人诟病之处。相比之下，美国股市比较容易形成长期牛市，这一轮美国牛市更是已经超过10年，近期还在屡创新高。如果从宏观的经济面上来看，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美国，但是股市的表现却远远不及。形成这种强烈反差的原因有很多，投资者结构不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股市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很多个人投资者通过养老金计划，以共同基金的方式间接进入股市。机构投资者主导股市，相比之下能够形成长期牛市，而散户的投资模式以追涨杀跌为主，所以 A 股市场就容易形成牛短熊长的走势。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股市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规模越来越大，对股市的话语权越来越强， A 股市场将来有可能形成像美国一样的长期牛市。当然，机构投资者影响力过大，长期牛市有时候也意味着长期泡沫。接下来聊一聊购买基金的风险在哪里。个人投资者购买基金虽然有很多好处，但只要是投资都会存在风险，买基金也不例外。基金经理虽然比大多数的散户的投资能力强，但也很难超越市场的波动。在牛市行情的背景下，基金经理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赚钱能力，但是当熊市来临，很多基金经理也一样会亏钱。很多基金甚至跑输大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基金也是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始于去年这一轮的基金热潮，主要就是依托 A 股市场的小牛市背景，基金表现出了很强的赚钱能力。但是随着近期 A 股市场出现回调，很多基金重仓股大跌，部分基金跌幅惨重，很多近期入市的基民都遭遇当头一棒。某只新成立的基金1个月的时间跌幅就将近20%，以至于该基金不得不公开向投资者道歉。对基金行业而言，最大的风险还在于 A 股市场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而 A 股市场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去年的货币政策非常宽松，这成为 A 股市场上涨的最大动力。但是随着中国经济逐渐从疫情中复苏，持续维持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给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出现适度收紧。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全球经济都面临着货币政策的大拐点。最近美国国债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导致国债收益率飙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 1.6%， 创下1年多来的新高。以涨幅来看，2月的美国10年期国债创下过去6年来的最大涨幅。美国国债收益率的飙升引发美国股市乃至全球股市的深度调整，包括 A 股市场也出现回调。美国国债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飙升，主要原因在于市场预期未来通胀水平上升。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疫苗接种已经大规模的推进，预计未来的疫情将会逐渐平稳，全球的经济也会逐渐复苏。随着未来通胀水平的上升，以美联储为首的全球央行将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这是当下全球股市下跌的主要内在逻辑。
随着央行的货币政策有所收紧，目前国内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收紧存在较大的争议。不过即使是一些认为不应该马上收紧货币政策的专家，也都有时间限制，比如至少上半年不宜收紧，言外之意其实就是慢慢收紧。如果从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收紧其实已是共识。A 股市场对于货币政策一向非常敏感，一旦市场形成了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对于 A 股市场将带来较大的压力。那么对于基金而言，如果股市迎来调整压力，基金想要继续获得超额收益将会非常困难，这是当前基金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除了宏观层面的压力，基金还面临着很多行业自身的风险。一直以来，基金行业存在的一大潜在问题就是委托代理风险，也就是掌握巨资的基金经理有可能通过老鼠仓和抬轿子等方式，利用基金为自己谋取私利，从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这是基金行业一直以来的老问题。随着国内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基金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基金行业开始迎来新的风险，这就是基金利用资金优势过度抱团炒作部分个股，使得个股股价被过度高估。这种做法可以提升基金的业绩回报，帮助基金经理获得更好的行业排名，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回报。但是从长期来看，基金抱团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旦抱团瓦解，相关个股如果股价雪崩，相关基金就会出现严重的净值回撤，基民将承受巨大的损失。比如市场上最热门的白酒主题基金，随着白酒股的持续飙涨，相关基金获得了惊人的回报。但是随着近期以白酒股为代表的基金抱团股暴跌，相关基民损失惨重。基金过热带来的管理风险，巨大的资金规模超过了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目前国内已经有2位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规模超过了1000亿元，20多位基金经理的基金规模超过了500亿元。如此级别的基金规模对于基金经理的管理能力是极大的挑战。和散户投资者相比，基金经理们可算投资经验丰富，但是和复杂的市场相比，国内的基金经理们的经验其实还是不够的。很多80后甚至90后的基金经理都还没有经历过足够的市场磨练和牛熊周期的转换，更没有执掌数百亿甚至上千亿元资金的经历。而操盘几十亿元资金和几百亿元资金甚至上千亿元资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投资者太过热情，导致基金规模高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管理风险。由于市场过热，近期有部分基金产品实施限购，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公募一哥张坤旗下的易方达蓝筹精选，近期连续下调申购额度。先是在年初将累计申购上限从100万元下调到10万元，最近又将单日的申购上限从10万元下调到5000元。不过主动控制基金规模的基金毕竟还是少数，因为公募一哥张坤管理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1000亿元，所以有控制规模的底气。而大多数基金还在追求规模增长，获取更多的管理费用，所以基民过度热情导致基金规模增长过快，使得基金经理的管理能力与资金规模之间严重不匹配，最终会给投资者自身带来巨大的风险。最后和大家聊一聊基金到底该怎么买。去年基金的业绩虽然看上去非常诱人，但是这样的高回报并不等于基民实际获得的回报。具体到基民投资者，实际回报其实远远低于基金业绩。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已经成为国内基金行业的常态。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权益类基金平均回报率超过 40%， 但是基民的收益率还不到 20%， 也就是不到基金展示的回报率一半。如果在基金牛市尚且如此，熊市的基民回报率也就更加不尽如人意了。基民的收益之所以远远低于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基民用炒股的思维来买基金。中国大多数的散户的投资习惯都是短线交易，而且追涨杀跌，很多投资者也将这种习惯带到了基金市场。统计数据显示，超过 60% 的基民持有基金的时间在1年以内，能够持有3年以上的只有 10% 左右。而基金经理大多数都是长期投资者，
基金的投资回报率需要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周期里才能最好的体现出来。从短期来看，很多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并没有优势。基民以短线交易的思维去买长线投资的基金，这种投资本身就存在着错配。所以很多短线基民难以享受基金带来的长期回报，尤其是当市场出现大幅下跌时，短线交易的基民集中大规模赎回，反过来又给基金带来更大的回调压力。为了解决基金赚钱但基民不赚钱的问题，最近几年部分基金经理开始推出定开基金，也就是定期开放的基金。在其余时间内，基金保持封闭，封闭时间可能长达2到3年。通过这种方式强迫基民做长线投资者。某种程度上，追涨杀跌的择时交易习惯是大多数人难以克服的本性。基金定投这种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投资者克服人性的弱点，避开择时交易的陷阱。所谓基金定投，也就是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是指投资人在固定的时间，比如每个月的第一天，以固定的金额持续购买某只基金。基金定投的好处在于忽略了市场的波动，无论市场上涨还是下跌都持续买入，这样就规避了择时交易的缺点。很多散户总是习惯追涨杀跌，尤其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因为恐惧而卖出，会错过很多低位建仓的机会。基金定投可以改变这一点。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在选择基金时，无论是选行业主题还是选人，都具有一定的难度。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或许是被动投资，也就是购买指数型基金。购买指数型基金看似是一种傻瓜式的投资，但从历史数据来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周期内，大多数主动型的基金其实是跑不过指数的，无论国际成熟市场还是 A 股市场都是如此。巴菲特在2008年曾经和一家对冲基金管理人以100万美元做赌注，巴菲特投资标普500指数，对手投资5只对冲基金，用10年的时间看谁的投资回报率更高。结果巴菲特投资的标普500指数只在2008年落后，其余9年都处于领先，最终得出10年的累计回报率，标普500的指数为 125.8%， 而另外5只对冲基金最低的回报率只有 2.8%， 最高的为 87.7%， 都远远跑输了指数。最近几年，国际市场上被动投资的指数型基金大幅增长。2019年，指数型基金的规模更是首次超过了主动型基金。A 股市场或许将来也会迎来这样的大趋势。以上就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还不错，欢迎点赞订阅，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